老公初恋回国当晚，他彻夜不归，婆婆给我1000万离婚，我立马拿钱走人。结婚2年，傅逸尘心里的白月光方清月离婚回了国。那天晚上，从不在外过夜的他，头一回没回家。当初傅逸尘他妈曾塞给我500万，让我离开他，我没同意。现在我想通了，打算跟他讲价，1000万我就签字离婚。毕竟他当初认准的儿媳妇，如今恢复自由身了，我腾地方，他老人家保准乐意。清晨6点，我敲响了婆婆的房门。10分钟后，整个傅家跟炸了锅似的。2个小时后，傅逸尘收到了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。结果当晚，我在酒吧跟个年轻弟弟贴脸跳舞时，傅逸尘的人居然把酒吧给封了。沈沁，一大早的不去做饭，跑这儿闹什么？婆婆一脸怒容，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，瞪着门口的我，穿这么短的裙子成何体统？是想把我们傅家的脸都丢光吗？傅逸尘偏爱女人留黑长直，穿白色长裙，看起来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。他妈总念叨，当傅家的儿媳妇就得守规矩，不能穿暴露的衣服，免得惹人非议。结婚这2年，我几乎忘了，我沈沁也有一双修长白皙的腿，该秀出来让大家欣赏，总藏着多浪费。见我没回应，他以为我又退缩了，指着我鼻子就开骂：你立刻上楼换衣服，然后去厨房准备早餐，今天我们要吃中式的。喂！我抬手把他戳过来的手指推开：傅阿姨，我们谈谈，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你叫我什么？他表情古怪的看着我：沈沁，你吃错药了。几分钟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傅阿姨坐在我对面，头发依旧凌乱，脸上带着几分疲惫。这位平日里优雅的无可挑剔的贵妇，此刻已经是第3次失控了。你让我给你1000万，然后你就跟逸尘离婚？小姑子傅心悠也一脸不屑地盯着我：沈沁，就你那对我哥死心塌地的样子，舍得离婚？我没搭理他，直接对傅阿姨说：没错，2年前你给我500万让我离开，我没同意。现在我想通了，傅逸尘娶了我之后，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我这价格翻1倍，不算过分吧？我看你是真疯了。逸尘呢？你把他给我叫出来。我抱着双臂靠在沙发上，轻笑一声：您别喊了，他昨晚没在家。要是我没猜错，方清月昨天回国，他们俩应该在一起，待了整整1夜。傅阿姨的脸色瞬间变得异常精彩，傅心悠却突然惊喜地喊道：啊，清月姐回来了！难怪我哥昨天那么开心。傅阿姨瞪了他一眼，傅心悠立刻捂住嘴巴。毕竟婚内出轨这种事传出去名声不好听。你以前就很喜欢他，现在有机会成一家人了，1000万真的不多，对吧？我敲了敲桌面，把拟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看，只要你同意，傅家的夫妻共同财产我1分不要。傅阿姨一把夺过离婚协议，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沈沁净身出户，什么都不要。可她还是狐疑地盯着我：沈沁，你搞什么鬼？我才不信你会这么轻易放手。我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怎么说呢，就像你常用的牙刷，被人拿去刷了马桶，你还会再用吗？我这比喻成功把他膈应到了。他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：小门小户出来的人就是没教养，说话真难听。逸尘跟你结婚2年都不碰你，你哪点能跟清月比？我这不是在给您机会吗？您再考虑考虑。妈，
有什么好想的？这是好事，赶紧答应啊！傅心忧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他跟方清月穿一条裤子，自然看我不顺眼。我以前懒得跟他计较，毕竟他是小姑子，以后各走个路，我才懒得管他。10分钟后，钱到账了。我上楼拖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，下楼时，傅家人都在客厅，连不苟言笑的公公也在。他对我还算可以，没为难过我，也照顾过我娘家，所以我只跟他说：“爸，这是最后一次叫您了，您多保重，腿不好，冬天要注意保暖，让厨房多煲点汤。”我看见公公叹了口气，朝我招了招手。他当着大家的面递给我一张卡，这里也有1000万，你拿着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爱情和老公都飞了，但有2000万，我爸得干一辈子才能挣到。我爽快的收下，谢谢爸。脸皮可真厚，傅心忧小声嘟囔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收好卡就拉着箱子走了。2小时后，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被秘书送到傅逸臣办公室。傅总，太太让我送来的，说您签完字通知他一声。傅逸臣正忙着，头都没抬，放着没空看。傅总，您还是先看一下吧。秘书又提醒道。傅逸臣有点烦，但看到离婚协议书几个字时，他愣住了。他拿起文件翻了翻，视线最后停在我的签名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协议甩给秘书，给他打电话，我晚上8点回家。可您今晚要给方小姐接风洗尘。傅逸臣脸色一沉，照做。秘书不敢怠慢，立刻去办。可惜我把傅逸臣和他的联系人全拉黑了，要是他养的狗有微信，我估计也拉黑了。傅总，太太好像把我拉黑了。秘书的声音有点抖。傅逸臣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抓起手机，直接拨通了沈沁的号码。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荣幸地成为他黑名单上的第1位。傅逸臣把手机重重地摔在桌上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。你先出去。他挥退了秘书，一支烟抽完，他试图把注意力拉回工作上，可傅心忧的电话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哥，特大喜讯，你终于能甩掉沈沁那个烦人精，跟清月姐双宿双飞了。哥，以后你再也不会因为讨厌他而抗拒回家了。开不开心，意不意外？傅心忧，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沈沁又搞什么鬼名堂？傅逸臣猛地站起来，不耐烦地松了松领带。他就一个晚上没回去，那个女人居然能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他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真的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他的下场会有多惨？哥，就是沈沁找妈要了1000万，答应跟你离婚了。他已经搬走了，还算识相，只拿走了自己的东西，傅家的一针一线都没动。哥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清月姐。傅心忧在那头兴高采烈地说着，话音未落，电话就被无情地挂断了。傅逸臣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。沈沁现在人在哪？他问秘书。对不起傅总，我们不清楚。抱歉傅总，太太把我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傅逸臣感觉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，但他强压下怒火，努力保持冷静。他不是说签好字给他消息。秘书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傅逸臣的脸色。太太说，您签好字之后，周一上午9点直接去民政局找他就行，他保证准时到。傅逸臣僵在原地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过了半晌，
他摘下眼镜递给助理，去查太太的下落，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。是，副总，准备开会吧。傅逸臣说完，转身走回了办公室。今天这个项目至关重要，直接关系到傅氏集团未来5年的战略布局。他已经连续高强度工作了好几天，昨晚更是通宵达旦才把所有事情搞定。沈庆要闹，他没空陪他玩。对傅逸臣而言，事业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傅家内部怎么鸡飞狗跳我不管，傅逸臣现在心里怎么想我也懒得去猜。此刻我正缩在我爸婚前给我买的那套公寓里，抱着我的小熊玩偶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沁沁，你哭完了吗？闺蜜安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抽了张纸巾塞给我。我接过纸巾，胡乱擦了擦脸，然后继续抱着小熊放声大哭。我离婚了，才25岁就变成了离异妇女，我的市场价值都暴跌了。以后肯定还要再嫁，可要是找不到比傅逸臣更有钱的，荣城那些贵妇圈里的姐妹们不得把我当笑话看。晚上去喝一杯放松一下吧，我姐新开的酒吧，听说今晚汇集了全荣城最顶尖的帅哥。我抬起哭得像核桃似的眼睛看着安暖，真的有那么帅吗？有傅逸臣帅吗？姐妹，就算颜值比不过他，但肯定比他年轻，比他会疼人，比他懂怎么让你开心啊！安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把我从地上硬拽起来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换条漂亮的裙子，跟我出去嗨翻天。我纠结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我已经整整2年01个月没碰过性感的裙子了。和傅逸臣相亲那天是被我爸强行拖去的。我当时才22岁，傅逸臣都快奔3了，我从心底里抗拒。果不其然，见面那天，大热天的他还穿着一身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活像个刚从会议室里出来的霸道总裁。而我呢，顶着一头粉毛，穿着抹胸小背心和热裤。我爸看见我这副模样进来，气得差点当场晕厥，想跟傅彦洲替我说几句好话，都紧张的语无伦次。傅逸臣倒是没说什么，还很有风度的帮我拉开了椅子。我本来就没打算结婚，所以全程放飞自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。我爸在旁边疯狂给我使眼色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我就当没看见。饭局结束，傅逸臣出于礼节送我回家。他属于那种高冷话少的类型，我那时候正活泼好动，自然觉得我俩不可能。但我没想到，之后傅逸臣又主动约了我好几次。我爸还乐呵呵地告诉我，他对我印象很好，这门亲事有戏。我当时就跟我爸吵了起来，他看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他呢，老牛吃嫩草。我爸一句话就把我怼了回去，你看不上人家，你的死对头周彤正托人上门提亲，抢着要嫁呢。我立刻就急了，周彤想嫁的人，那我必须得抢过来。于是我开始和傅逸臣约会，本来只是想赢过周彤，没想到几个月后，我自己却陷进去了。我爱上了傅逸臣，年轻女孩的爱恋就像一团烈火，烧得又快又烈，几乎把自己烧得面目全非。他不动声色地干涉着我的一切，甚至把我变成了我爸一直期望的样子，黑长直，永远的连衣裙。就因为他喜欢，我还心甘情愿地为他改变。直到后来，我在他电脑里发现了他和方清月学生时代的合影。照片上的方清月人如其名，白裙黑发，清纯的像一朵白莲花。
明明照片里还有另一个男生，方清月站在他们中间，可我的眼睛里完全容不下第三个人。我的目光全被方清月对着傅逸尘羞涩微笑的样子吸引了。原来傅逸尘喜欢的根本不是我这个沈沁的黑长直和白裙子，原来他心里也住着一个白月光。可那时候爱他爱得昏了头的我，连质问他的胆量都没有。我怕我一开口，我那点卑微的幸福就会像肥皂泡一样被我亲手戳破。更何况在我和傅逸尘结婚之前，方清月就已经嫁人了，所以我心里其实一直暗自庆幸。可现在方清月离婚回来了，一想到傅逸尘昨晚安慰她的样子，陪了她一整夜，我就心痛得无法呼吸。安暖立刻把我拉进衣帽间，找出一条特别修身的小黑裙塞给我，又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件新内衣，换上这个，你看你最近瘦的，身材都快走样了。我拿着衣服，哽咽着看着安暖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我这个年纪是不是应该稳重一点了？安暖简直想翻个白眼把我赶走。沈沁，你才25岁的年纪，端什么架子？等52岁再端也不晚。行吧，两个25岁的姑娘，一白一黑两条裹胸裙，踩着细高跟，摇摇晃晃地进了酒吧。起初我还有点放不开，端了2年，突然穿得这么清凉，浑身不自在。可一杯酒下肚，想法就变了。离婚协议我都签了，傅逸尘肯定也等着签字呢。下周一民政局一趟，我俩就彻底两清了。当初他突然答应相亲结婚，说不定就是被方清月结婚刺激到了。我撇撇嘴，忍住想哭的冲动，干脆放飞自我，甚至把领口又往下拽了拽，脚步发飘地拉着安暖挤进了舞池。舞池里贴面热舞的男女很多，我很快就找到了放纵的感觉。有个帅哥过来搭讪，我打量了一下，长得挺帅，眼睛不知怎么有点像傅逸尘，伸手就揪住了他的领口。他的手立刻环上我的腰，跟舞池里其他人一样，跟我贴面跳起来。我还不习惯跟陌生男人靠这么近，下意识想推开他的手，音乐却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诧异地望向入口。酒吧里突然闯进一群穿黑西装的保镖，服务员和保安都被控制在了角落。保镖径直走过来，把舞池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搞什么名堂？就是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要抓谁？我的酒意瞬间全无，他们要抓的恐怕是我。因为我已经看见人群后面，傅逸尘正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。他没戴眼镜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下意识就想往人群里钻。可傅逸尘的目光已经像探照灯一样穿透人群，锁定在我身上。我慌得不敢与他对视，转身就想溜。沈沁，傅逸尘叫了我的名字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越是生气，声音就越冷静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偷偷喝酒被他撞见，他喊我名字的调调跟现在一模一样。那晚的事我记到现在，后来我在家躺了整整2天才爬得下床，也算长了记性。之后好一阵子，我乖得像只小猫，傅逸尘像是挺满意，送了一大堆值钱的珠宝哄我。我脚像定在地上似的动不了，这才后知后觉想起旁边那小帅哥还搂着我的腰呢。一瞬间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止不住的发抖。傅逸尘皱着眉，脸黑得像要滴墨，他往前挪了2步，身后的保镖立刻把我跟前那几个人拉开了。然后他的视线
一寸寸从我的脸滑到细白的脖子，再到纤细的锁骨，最后落在我那细得像一折就断的腰上，准确说是落在那帅哥搭在我腰上的手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傅逸尘突然伸手一把攥住那小帅哥的手腕，直接把人推到了一边。人群里响起几声低低的抽泣声。我缩着脖子，眼神慌得不行，跟只受惊的鹌鹑似的。我怕傅逸尘生气，说真的，正因为太喜欢他，他的情绪我总揪着心。他一不高兴，我就觉得天好像都要塌了。可现在我们已经在办离婚了啊！想到这儿，不知道哪来的劲儿，我猛地抬头看向他，直直对上他的眼。舞池顶上就一束光打下来，我光溜溜的肩背白得晃眼，一点遮掩都没有。傅逸尘身边的助手和保镖都识趣得很，没一个敢往我这儿瞟。但今晚好多男人都看见我这样了。傅逸尘的脸色是我从没见过的难看，那架势让我产生一种错觉，他气的好像是自己最宝贝的东西被人偷了。可我沈沁从来就不是他的宝贝。眼睛一点点泛红，我忍着心脏的抽痛，倔强的仰头问：傅先生，有事？傅逸尘的眼神冷得能冻死人，盯了我几秒，突然扯下西装，上前一步，直接用外套把我裹得密不透风，还特意扣紧领口，连点空隙都不留。我挣扎着想甩掉这层束缚，他单手就将我困在怀里。沈沁，有事我们回家说。我能察觉到傅逸尘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但这反而让我更难受了。他来找我，大概只是觉得我这样太丢脸，让他没面子，毕竟离婚流程还没走完，我名义上还是他妻子。傅先生，我不回去。我拒绝离开，拼命想挣脱他的怀抱。傅逸尘眉头紧锁，隔着西装按住我的肩膀，阻止我脱掉外套。沈沁，你还要闹多久？我没闹，离婚协议我早就签了。傅先生，是不识字还是看不懂？周围安静的可怕，连傅逸尘的助理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我再次甩开他的手，把他的外套扯下来，狠狠砸向他。所以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别再来管我。这个动作彻底激怒了他，他的脸色更阴沉了。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，怕驳了他的面子，他会忍不住动手。虽然结婚这么多年，他连大声说话都没对我过。我咬着嘴唇强装镇定，不肯服软，眼泪却不听话的往下掉。都怪安暖给我化这么浓的妆，我连哭都不敢，怕化妆后太难看。但我也不敢再看傅逸尘，一看他就觉得委屈，一看他就心软，就不舍。他长得太符合我的审美了，特别是生气的时候，完全就是我理想型男人的样子。现在才明白，以前我总喜欢故意惹他生气，是有原因的。每次他沉着脸解开衬衫扣子，单手将我抵在墙上，捏着我的下巴用力亲吻，说沈沁就是欠教训的时候，我的心跳都会快得像要炸开，像个怀春的少女。嫁给傅逸尘2年，我依旧像在热恋期，对他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浓。他性格冷淡，很少笑，我爸说这是稳重，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但我清楚，他只是不爱我，也不能说完全不爱。只要他在家，只要我不在特殊时期，几乎每晚他都会履行丈夫的义务。可这又能证明什么？他30出头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我这个妻子不过是他名正言顺的伴侣而已。我一边沉沦，一边又清醒的痛苦，
明知自己在走向深渊。等他哪天厌倦了我，我一定会摔得体无完肤。我害怕痛苦，也畏惧死亡，更何况现在手头还有2000万，更不能出事。所以我必须跟他保持距离，不能再被他吸引。我强忍住泪水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别开脸，傅先生要是没事就请回吧，这种场合不适合您。没错，嫁给他这2年，从穿着打扮到言行举止，从妆容微笑到社交场合，全都被条条框框束缚着。稍有差池，他妈妈就会指责我没见识，配不上他，给傅家丢脸。酒吧这种地方，我已经2年半没来过了。但现在我不是他太太了，他无权干涉。可能是我这副强忍泪水的模样，让傅逸尘也有些头疼。沈沁，你跟我闹脾气，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理由？他居然还有脸问理由？他电脑里存着白月光的合影，动用傅氏顶尖律师帮方清月处理跨国离婚。去年我生日，他以重要会议为由出国，结果傅新优刷到方清月的朋友圈，我独自一人过生日时，他正陪着方清月享受下午茶。他把我打造成方清月的替身，来缓解他的思念，心里装着别人，却每晚与我同床共枕。结婚2年不让我怀孕，说我年纪还小，自己都像个孩子，不用急着当妈，其实就是怕有牵绊，方便随时甩掉我，去娶他的心上人。方清月离婚回国的第1天，他就彻夜未归。现在我终于如他所愿要离婚了，他反倒跑来质问我原因。一肚子的委屈堵在心口，从喉咙眼哽着，除了掉眼泪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或许是我哭得太凶，傅逸尘的态度才稍微缓和了些。沁沁，先跟我回家。他又上前一步，把他的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。我哭得浑身发抖，最后一次狠狠推开他。傅逸尘，别碰我，你碰我我就觉得恶心，恶心。他没再说话，只是脸色沉沉地看着我，眼底的情绪阴沉沉的，仿佛我才是那个背叛婚姻的罪人。我哭得一塌糊涂，实在不想再看见他，转身拽着安暖跌跌撞撞地走了。傅逸尘没有追上来，走的时候听见他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那声喂，温柔的刺耳。是方清月找他吧？这么说，他们今晚就能毫无负担的约会了。晚上我住在安暖那儿，洗完澡就往床上一扔，关了手机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，然后睡得天昏地暗。安暖懂我，知道这时候我不想被打扰，除了按时给我送点吃的，什么也没说。周一早上我起得很早，洗澡护肤，换了条细肩带的红色连衣裙。安暖本来要送我去民政局，我没让，这是我跟傅逸尘最后一点牵扯，就算是去领离婚证，我也想自己处理好。我看起来特别洒脱，妆化的元气满满，透着少女感，可谁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。出门前打开手机，一堆短信、微信和未接来电。傅逸尘只在前天夜里发了条微信：沈沁，周一9点，民政局等你。看到这条微信的瞬间，我情绪差点崩溃，攥着手机的手抖得厉害。但我忍住没哭，不想重新化妆，离婚也要漂漂亮亮的。死对头周彤肯定等着看我的笑话，还有傅新优那小丫头，肯定也摩拳擦掌等着呢。就算成了离婚女人，我也要做荣城最亮的那个。其实我和傅新优一开始关系没那么僵，嫁给傅逸尘后，我们偶尔还会一起逛街，我也送过他不少衣服首饰。
有一次，他看中傅逸尘送我的翡翠耳环，软磨硬泡让我给他，我拗不过，只能忍痛送了。结果傅逸尘看见他戴着那对耳环，说了一句：“还给你嫂子，你没她白，翡翠不适合你。”就这一句话，我和傅心忧彻底闹翻了。女人之间结怨很简单，一句你不如他，再好的朋友背后也能恨得咬牙切齿。这2年傅心忧没少明里暗里给我使绊子，我都忍了。但从现在起，他再敢惹我，我绝不手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情绪，下楼开车。到民政局才8点40，傅逸尘那性格死板得很，说9点就绝不会晚1秒。果然9点整，他的宾利准时停在民政局门口。他下车，直接朝我的车走来。我戴上墨镜下车，阳光下，黑发红唇白皮肤配红裙子，美得像一团火焰。我头也不回地往民政局里走。傅逸尘跟了进来，我才发现今天民政局就我们一对来办离婚的。傅逸尘该不会又动用什么手段清场了吧？想起早上安暖跟我抱怨，说他姐的酒吧被突然查封了，理由是涉嫌破坏家庭和谐。真是冤枉，但傅逸尘在背后施压，谁也没办法，只能先停业整顿。安暖还嘀咕说傅逸尘这举动有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意思，看起来不像对我没感情。我心里冷笑，他和傅家人不过是拼命维护傅家的面子罢了。字签好了，我扬着下巴问他。傅逸尘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他没回答，反而问我。不是突然，我考虑很久了，现在我已经能平静地面对他了。沈沁，你是喜欢上别人了？我简直要气笑了，这叫恶人先告状。明明是他先和旧情人纠缠不清，彻夜不归，怎么反倒成了我先出轨？傅逸尘，你别血口喷人。他一脸平静地看着我，既然不是，那为什么要离婚？非要把你的丑事抖出来。我气得直跺脚。我有什么丑事？他挑了挑眉，语气依旧平淡，脸皮真厚，简直厚颜无耻。我恨不得咬他一口。因为方清月，我像被戳中了痛处，瞬间哑口无言。我抿紧嘴唇，眼眶发红地看着他。是因为方清月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她跟丈夫闹离婚回国，你也跟着学。我简直要被他气炸了。沈沁，我能接受我老婆偶尔任性，闹点小脾气，就算在外面有点小矛盾都没关系。傅逸尘的声音透着疲惫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但凡事都得有个度。你闹够了，现在跟我回去。心像是被人拎起来，带着轻蔑的摔在地上，还特意踩了2脚。所以在他眼里，我做的这一切都只是闹。他还是觉得我在无理取闹。我到底要说多少遍，他才能明白？傅逸尘，沈沁不想再爱你了，不想再当你老婆了，不想再守着一个不把我放在心上、不爱我的人了。可看着他眼下淡淡的青黑，那点刚硬起来的心肠还是软了一下。他身上那件衬衫是我挑的，领带是我选的，就连贴身的内衣袜子都是我亲手洗的。我长这么大都没给我爸洗过袜子呢。我曾那么爱他，爱到只要他再叫我一声老婆，再伸手抱我一下，我大概就又要没骨气的回头了。但他连这点敷衍都懒得给了。方清月一回来，他那点温柔耐心就全给了别人。男人啊，真心疼谁是藏不住的。沈沁，你真傻，你的老公
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他和方清月那点事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攥着最后那点尊严，抬着下巴不肯示弱。傅逸尘，我到底要说多少遍你才明白？我要离婚，没商量。沈沁，你想清楚，离婚不是儿戏。我比谁都清楚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，从决定离婚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回头。他深深看了我半晌，忽然低低笑了一声，带着点自嘲的意味。我没心思琢磨他这笑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说了一个字：好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我什么都不要，省了不少麻烦。办事员在离婚证上盖章时，傅逸尘看了我最后一眼。沈沁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催着麻烦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他没再说话。拿到离婚证，我捏着自己那本，戴上墨镜就往外冲。感觉傅逸尘一直跟在后面，又好像是我想多了，出口就一个，他总得走这条路。我上车后一眼都没看他。车子在路口等红灯时，我盯着离婚证，突然崩溃，趴在方向盘上大哭。后面的车堵得死死的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直到交警敲窗，我才胡乱擦了把脸，硬撑着把车开走。回到婚前我爸给我买的公寓，洗完澡换了睡衣，抱着玩熊发呆。不到10分钟，手机像疯了一样响个不停。我不想接，也不想看，可对方就是不停打，头疼的要命。我伸手去拿手机想关机，却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周彤。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周彤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哼，下辈子吧。我接起电话，全身紧绷准备开队，可周彤尖锐的声音却让我愣住了。沈沁，你疯了？为了顾怀森，你居然跟傅逸尘离婚了？什么顾怀森？我跟顾怀森早800年就分了，那时候懂什么爱情，我差点把他忘了。沈沁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顾怀森刚官宣跟简兰分手，回国创业，你这边就跟傅逸尘离婚。周彤在电话里激动的不行。我离婚，他气什么？我离婚对他不是好事吗？他不是一直暗恋傅逸尘吗？沈沁，你凭什么啊？他的声音突然带着哭腔。我想嫁的人，你说嫁就嫁，说甩就甩，你凭什么？不就是比我好看点、白点吗？你哪点比我强？凭什么傅逸尘受了情伤，随便找人结婚，宁愿选你都不选我？他哭哭啼啼的，我握着手机，却比他更想哭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当初突然结婚，是因为心里受了伤。只有我傻乎乎的高高兴兴嫁过去，做了他的老婆。结婚前一晚，我兴奋地在床上翻来覆去。现在想想，整个城市的人可能都在看我笑话吧。我挂了电话，事到如今反而哭不出来了。我盯着面前的小熊，那是恋爱第1年儿童节，我撒泼让傅逸尘买的。他嘴上嫌弃，却还是亲自去挑了这只。我宝贝的不行，每晚都抱着睡。但现在你爸我都不要了，你这熊崽子也滚吧。我拎着他的耳朵爬起来，拉开门就想扔出去，可门刚开一条缝，就撞见顾怀森那张清俊又带笑的脸。他冲我笑得灿烂，张开双臂就抱住了我。沁沁，我回来了。他抱住我的瞬间，身后的电梯叮的一声开了。傅逸尘的身影一点一点撞进了我的眼里。我怀里的小熊玩偶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沁沁，怎么了？顾怀森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可我却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喉咙像是被堵住，手也抬不起来推开他。
我只能死死地盯着门口那个面无表情的傅逸尘。顾怀森终于察觉到气氛不对，松开我，疑惑地回头。当他看到傅逸尘时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，而傅逸尘的眼神冷得像结了冰，仿佛能将人瞬间冻结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想把门关上。顾怀森却像唯恐天下不乱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下意识地望向傅逸尘，他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嘴唇紧抿成一条线，我能想象到他后槽牙咬得有多用力。沈沁，他只叫了我的名字，什么都没说，可我像被电到一样，猛地甩开了顾怀森的手。不是的，你别误会，我不知道他在外面。我语无伦次的解释，越急越说不清楚。傅逸尘，这俩人怎么会这样巧碰上了？一个是我刚离婚的前夫，一个是我800年前的初恋。连我最好的朋友周彤都以为我是为了顾怀森才离的婚，结果偏偏就让傅逸尘撞见了。我刚离婚就和顾怀森抱在一起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这些天积压的疲惫和委屈一起涌上来，我干脆破罐子破摔，对着他们大喊：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喊完我转身想回房间，眼前却突然一黑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闪过看过的无数霸总小说情节，我顺势就软绵绵地往地上倒，还特意调整了一下方向，往我的小熊那边倒了倒。万一这俩人不像小说里演的那样冲过来接住我，摔在地上可就太疼了。沁沁，我闭着眼睛，听到顾怀森惊慌失措地喊我，但接住我的那个怀抱带着熟悉的烟草味和一丝清新的清宁香气，那双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拖住了我。在我快要落地的时候，是傅逸尘，心一下子就安定下来。我闭着眼睛，直到被他抱上车，听到他冷声命令司机去医院，才慢慢睁开眼，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子。傅逸尘低头看我，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我是装的，没事，不用去医院。沈沁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怒气。我移开视线，刚才是个误会，我刚开门他就抱上来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推开，你就来了，你是在跟我解释，不然呢？总不能莫名其妙就背上出轨的罪名吧？我抬起头，直视着他，理直气壮地说，而且我跟他在分手后就再没联系过，离婚跟他没关系。这就开始护着他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沈沁，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骗我。傅逸尘的声音冰冷刺骨，既然没事，那就下车。心脏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，疼得我差点喘不过气。我抿了抿嘴，目光落在他身上。他的侧脸轮廓分明，下颌线清晰又流畅，充满了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以前我超爱亲他的喉结，尤其是在亲密的时候。每当我咬他的下颌，亲吻他的喉结，他的反应都会格外热烈。但现在一想到方清月可能也触碰过、亲吻过这里，我就一阵恶心。我拉开车门下了车，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回头，所以我没看到傅逸尘透过车窗一直凝视着我的背影。直到我走进大楼，他的视线依旧停留在我消失的地方。我消沉了整整1个星期，顾怀森在这期间天天联系我，电话、信息轰炸，全都被我无视了。我一直闭门不出，直到安暖约我出门逛街喝下午茶。我们俩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，买了一堆衣服和包包。果然，能让女人开心的，除了花钱还是花钱。我点了一杯超大杯的芋泥波波奶茶，
刚把吸管插进去，一个纤细的身影就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一抬头，只见方清月正带着一丝歉意看着我。沈沁，他的声音轻柔的像羽毛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一头乌黑的长直发，穿着米色的长裙，妆容淡得几乎看不见，算不上惊艳，但看起来温柔又干净，是那种会激起男人保护欲的类型。可我跟他又不熟，他怎么直接就喊我名字了？有事吗？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不能。沈沁，我知道你很讨厌我。方清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我就说了4个字，他这就要哭了。别，他要是哭了，傅逸尘还不得过来找我算账。我赶紧放下奶茶，换上一副热情的口吻。方小姐，想聊什么？那边人少，我们去那边说。方清月眼眶泛红，像只受惊的小白兔一样点了点头，乖巧的应了一声，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和安暖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2个字：服气。难怪傅逸尘把他放在心上，这柔弱无辜的劲儿，换我是男的也招架不住啊！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我以前装乖巧，在傅逸尘眼里肯定特别可笑吧？再看看人家方清月，多么自然，多么到位。也难怪嫁给他2年多，让他占了那么多便宜，他还是不喜欢我。我跟在方清月身后，他踩着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像一朵风中摇曳的白莲花。而我穿着热裤和 T 恤，扎着一个丸子头，像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。就算我以前打扮的再精致得体，在他那个偏爱他的人面前，他也多看我一眼啊。算了，还是做自己吧，至少那样活得轻松点。沈沁，我知道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跟逸尘离婚的。方清月刚站定，就开门见山。这剧情跟我看过的几百本霸总小说一模一样。我笑嘻嘻的看着他，对啊，可不就是因为你吗？方清月一怔，随即眼圈更红了，轻轻抓住我的手。沈沁，你别误会，我跟逸尘就是老同学，他帮我也是出于同学情谊，而且就算以前有点什么，那也是陈年旧事了，你真没必要放在心上。你突然跟他闹离婚，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要是因为我影响了你们，我真的，既然都懂，那干嘛要跟有妇之夫走得那么近？我打断他，要是真过意不去，为什么留他在你那儿过夜？别人的老公就那么有吸引力？方清月又愣住了。沈沁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你们俩盖着被子纯聊天。我那时候刚回国，不太适应，加上离婚的事心情不好，逸尘担心我，才多待了一会儿。他眼里的泪快掉下来了。沈沁，你真的别多想，我跟逸尘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再说了，要是真像你想的那样，当初我就嫁给他了呀。沈沁，逸尘现在事业正是关键期，你这时候真不该给他添麻烦。你都25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以前逸尘总说你年纪小不懂事，可你都嫁给他2年了，该成熟点了。方清月语重心长的劝，这要是不知道他是我前夫的红颜知己，我都要被他感动了。我爸都没这么耐心劝过我。说完了，还有要补充的吗？没了我就走了。沈沁，我真的是一片好心，不想看你们好好的日子过散了。逸尘是我很重要的人，我希望他幸福。我跟傅逸尘已经离了，我看着他笑得特别真诚。你想让他幸福，现在正好啊，方小姐，你嫁过去呗。他肯定高兴，他妈也高兴，
他妹跟你关系好，也高兴。你们一家4口和和美美，多好！赶紧去吧，我提前恭喜你，未来的富太太。我依旧笑着看他，可我藏在背后的手却掐得死紧，细嫩的掌心疼得要命。再疼我也不能在他面前掉眼泪。傅逸尘这个混蛋，居然在他白月光面前把我贬得一文不值。没错，我幼稚，我不成熟，我不懂事，可当初是你娶的我，是你承诺会对我好，照顾我，让我永远开心无忧的。结婚前是你陪我去我妈墓前发誓的，你说你会把我当孩子一样宠着。后来也是你嫌我像个孩子一样不懂事，可我嫁给你这2年，每天做早餐，操持家务，甚至给傅新优洗衣服、收拾房间，陪你妈逛街拎包、打牌倒水，陪公公体检，学着煲汤。你喝醉了，我给你煮醒酒汤。你一出差1个月，我想你想的半夜哭，却不敢打扰你工作，连视频都不敢打。结婚2年，你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。我的生活从围着你转，变成了围着你的家人转。他们对我再不好，我也忍了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才傻到爱屋及乌。偶尔的小脾气，偶尔跟你撒个娇，不过是想从自己丈夫那里得到一点关心。可你总是冷冰冰的，除了有需要的时候亲亲我，说几句好听的。下了床你就摆出那副禁欲脸，公事公办的冷漠。我还要怎么懂事，怎么成熟？这2年我过得一点都不快乐，现在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了。你的小三还来阴阳怪气，我凭什么要受这种气？方清月要是再这么刺激我，我真不介意发一次疯让你们看看，泥人也有3分火气。可方清月没给我这个机会，可能是我刚才的话把他惹毛了。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哭得特别惨，我头都大了，转头向安暖求助。方清月却朝我伸出手，我下意识以为他要打我，就把他的胳膊推开了。结果他踉跄了一下，就软绵绵的摔倒了。安暖见状也立刻跑了过来，我们俩正要扶他起来，方清月却捂着肚子，低声呻吟着：沈沁，求你快帮我叫救护车，我怀孕了，一直在吃保胎药。安暖听了立刻看向我，而我在短暂的呆滞后瞬间明白了什么。傅逸尘和他不是最近才重燃旧情的，去年我生日时他们就在国外见过面了。今年傅逸尘也出过国出差，他那么卖力的帮方清月打离婚官司，出钱出力又出人，所以方清月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是他的？我所有伪装出来的坚强、冷漠、洒脱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我僵在原地，视线一片模糊。安暖吓坏了，拼命摇晃着我：沁沁，沁沁，你别吓我，想哭就哭出来啊，别这样，沁沁，我好怕。我的眼泪决堤而出，可喉咙却像被无形的手扼住，我哭不出声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那只手掐得那么紧，让我无法呼吸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绞住，尖锐的、剧烈的疼。我不敢去想象那些画面，不敢去想他和方清月在床上的样子，不敢去想他如何亲吻方清月，不敢去想他们缠绵时他如何对他说爱。救护车把方清月送去了医院，护士推着他去做检查。可能因为喝了冰饮，我这会儿也觉得小腹坠得难受，便去了洗手间。内裤上有一抹暗红的血迹，我以为是月经来了，就拿出备用的卫生巾贴上。等我从洗手间出来，正好看见傅逸尘从电梯里快步冲出，急匆匆地朝检查室走去，背影里满是焦急和不安。
我忽然站不稳，慢慢靠在墙上，直到傅逸尘的身影消失，我才转身，失魂落魄的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了爸爸的电话。庆庆，你和逸尘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婚啊？爸爸的声音透着疲惫，这几年全靠逸尘，爸爸的生意才勉强维持，现在你跟他离了婚，爸爸的几个合作项目都泡汤了，一下子亏了2000万，庆庆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啊？我站在路边，头顶的烈日刺眼的照下来，人要是没那个命，怎么挣扎都没用。离婚我拿到2000万，现在又原封不动填了爸爸的窟窿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济于事，没了傅逸尘这个女婿，我爸的生意一落千丈。我不忍心看他这么大年纪还为生计发愁，于是开始到处投简历找工作。大学学的专业是设计，但没什么实战经验，大多数简历都被直接拒绝了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家中等规模的广告公司录取了我，只是实习期工资很低，而且工作特别辛苦。从小我爸就宠着我，我妈去世的早，他不肯给我找后妈，怕我受委屈，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却从没让我吃过一点苦，所以我也有些娇气。工作真的很累，但我都咬牙坚持了，只是心里的痛始终无法排解。尤其是傅新优还用别人的微信给我发了几张照片，全是方清月的朋友圈截图。其中一张照片里，方清月双手轻抚小腹，笑得恬静幸福。配文是：一切安好，幸好有你，感恩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份情，始终陪在我身边。我面无表情地把那个微信号拉黑了。从那以后，一直不安分的他却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我开始拼命加班，不想一个人回家胡思乱想，结果加班时，我起身去接水，突然就晕倒了，被送到医院。中途清醒时，我打电话给安暖，请他来陪我。当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已经怀孕5周时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安暖激动的不行，马上就要给傅逸尘打电话，我却死死抓住了他的手。我这个做母亲的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，更何况是我的孩子呢？他不爱我，也不会爱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告诉他，他只会觉得我又在模仿方清月。是啊，他只会觉得我连怀孕都要学方清月。安暖看着我苍白的脸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想安慰他，可刚开口，眼泪就突然涌了出来。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不想要他像我一样，永远得不到完整的爱。可我又那么舍不得，他是傅逸尘和我的孩子啊，他若是个女儿，傅逸尘会不会有一点点疼爱他？他若是个男孩，将来会不会也像傅逸尘一样高大英俊？我紧紧捂着小腹，蜷缩成一团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顾维森来医院看我，可能是安暖告诉他的。他一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，他愿意接受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只要我愿意跟他复合。但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庆庆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？顾维森站在床边，一脸痛心。顾维森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背叛和抛弃。你当初背着我跟简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庆庆，这些年我每时每刻都在后悔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你回去吧，顾维森，我们之间真的不可能了。顾维森慢慢抬起手捂住了脸，他了解我的性格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非要跟傅逸尘离婚。顾维森走了没多久，病房的门又被推开了。
我没睁眼，疲惫地说道：顾维森，你还要说多少遍？我不可能跟你复合的。可没人回应，病房的门却被轻轻关上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望向门口，傅逸尘正朝我走来，他还是穿着那身黑色西装，衬衫、领带、皮带都是我挑的。他还戴着眼镜，大概是刚从公司过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倦意。他好像瘦了点，眼下有淡淡的轻盈。我别过脸去，我知道他肯定又熬夜，作息不规律了。安暖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住院了。他走过来，在我床边坐下，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正在输液，扎针的手很凉，他握紧，眉头皱了皱，怎么这么凉？我闭上眼，想把手抽回来，他却把我的手轻轻握在了掌心。沁沁，他喊了我一声，我鼻子一酸，就算闭着眼，眼泪还是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这段时间公司特别忙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没说话，他又继续说道，可我总是没法专心工作。沁沁，这几天没来找你，是因为我一直在想，你为什么突然要跟我离婚？我还是不想说话，眼泪却慢慢流了出来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顾维森，你才非要离婚，我当时气昏了头，就答应了。他的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愧疚，我忍不住睁开眼看着他。傅逸尘，我知道，沁沁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把事情弄清楚。他握着我的手，眼底满是疼惜。我拼命摇头，他不懂，他永远不会懂，我为什么非要离婚。我就是这么个拧巴的人，容不得半点欺骗，我宁愿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，也绝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让步。结婚这2年，我确实太拼工作，忽略了你，忽略了很多。我依然摇头，和工作无关，我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，我明白男人打拼事业有多重要。我已经安排新优出国留学了，他账户每月只留$500，剩下的开销得靠他自己打工解决。我愣住了，傅逸尘就这么一个亲妹妹，他们兄妹感情一直很好，他平时也特别宠傅新优。$500对普通学生或许够生活，但对习惯了奢侈的傅新优，连条像样的裙子都买不起。要不是你坚持离婚，我可能还被他蒙在鼓里。傅逸尘表情凝重，可他看我的眼神又混杂着愧疚和心疼。说实话，我从没怪过他，因为傅新优特别会装，只要傅逸尘在家，他总表现得跟我亲如姐妹。而我也是不想让他为家里的事分心，从没把傅新优表里不一的事告诉他。毕竟那些小动作也伤不到我根本，我能忍。我非要离婚，反倒像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。傅新优一得意，才在他哥面前露出了本性。等他什么时候学会尊重你这个嫂子了，再说回来。你没必要这样，他只是不喜欢我当这个嫂子，也算不上什么大错。不喜欢也得喜欢，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我的妻子只有你。傅逸尘，可方清月，你不是一直都喜欢他？谁跟你说我喜欢他的？他皱起眉，忍不住伸手在我眉心轻弹了一下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传闻？可是你电脑里不是存着你们的合照？你还帮他打离婚官司。去年我生日，你说你出差，结果却在陪他喝下午茶，我连句生日快乐都没等到。说着说着，我的声音就哽咽了。我这人就是别扭又死要面子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作祟，让我始终没法把这种话问出口。合照？对，就是你电脑收藏夹里那张，他看着你笑得特别开心，
你说的是这张？他掏出手机，点开一张照片给我看，正是他电脑里存着的那张。我用力点头，就是这张。傅逸尘居然笑了，他真的很少笑，这人刻板、严肃，还冷冰冰的。我嫁给他2年多，见他笑的次数都数得过来。我一时有些看呆了。傅逸尘抬手摘下眼镜，嗤笑摇头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傻瓜。他这一句傻瓜带着说不出的宠溺，我整个人都晕乎乎的。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照片，后面左上角那里是谁？我闻言赶紧胡乱擦掉眼泪，睁大眼睛去看。左上角好像拍到了一对情侣，那个女孩染着黑青色的头发，穿着小背心和百褶裙，打扮很辣妹风，而她身边的男生很高很帅也很潮，两个人看起来特别登对。但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，这是我惊呆了，这张照片上怎么会有我？等等，我旁边那个人好像是顾维森，这应该是我念大学正和顾维森交往的时候。我茫然又惊讶，傅逸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当时回学校办点事，路过操场就去转了转，本来看到你，准备过去打个招呼的，结果你男朋友就来了。他的声音很淡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却听出了一丝酸意。你胡说，我那时候根本不认识你，我们是相亲时才认识的，你少这样骗我。傅逸尘忽然定定地看着我，沈沁，是你言而无信在先，是你先把我忘了。我彻底懵了，但傅逸尘却好像有点生气，又恢复了往常的冷淡，想不起来就算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傅逸尘，我下意识地拽住他的衣袖想撒娇，但忽然又想到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我赶紧松开了手。傅逸尘抬腕看了看表，我马上要回去开个很重要的会，你在医院老实待着，我下午来接你出院，你再跟我去见见医生。眼看他要起身离开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傅逸尘，方清月真的怀孕了吗？傅逸尘看了我一眼，是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坐在病床上，穿着蓝色条纹的病号服，空荡荡的衣服显得我格外瘦小。傅逸尘的眼神柔和下来，他走过来，又摸了摸我的脸，别胡思乱想，好好休息。他的孩子，我想问，是你的吗？却好像怎么也问不出口。那天送医院很及时，孩子没事，别多想，就算真有什么，也和你没关系。他以为我是在担心方清月肚子里孩子的安危，我气得不想说话，一把推开他，你赶紧开会去吧，赶紧去。他大概真的很急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嘱咐我休息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心里乱成一团，在医院也待不下去，更何况他下午过来还要再带我看医生，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怀孕了。我就换了衣服，出院回家了。可能是怀孕初期容易犯困，我洗完澡躺下就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外面有轻微的动静，我赶紧起床，拉开了卧室门。醒了。傅逸尘站在餐桌边，看向我。他还是那身黑衬衫配长裤，腰细腿长，又不穿鞋。他走过来，看到我光着脚，皱了皱眉，转身去拿拖鞋。他蹲下给我穿鞋时，我轻声叫了他的名字，傅逸尘。方清月回国那天晚上，你们在一起吗？他给我穿好鞋，拉着我坐到餐桌边，才开口，沈沁，那晚我在公司通宵加班。你没骗我，我从没骗过你。他抬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，沈沁，是你从来不肯信我。去年我生日你说要出差，出差是真的，
遇到他是巧合，也是那天他让我帮他介绍律师打离婚官司，我们才偶尔联系。我不知道该信谁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又有点信了。可方清月朋友圈那些暧昧的话又算什么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立刻起身去拿手机。傅新优之前发我的截图我都存着，虽然膈应，但一次都没点开看过。那你看看这些。我把截图打开，递给傅逸晨。他看完没说话，却拿出了自己的手机。我看着他点开方清月的头像，进入朋友圈。方清月的朋友圈是半年可见，但最新那条并没有显示，显然他发的时候特意屏蔽了傅逸晨。我心里大概有数了，就算傅逸晨对方清月没意思，但方清月明显对他有情。那天见面时，我问他为什么跟有妇之夫待了一夜，他愣了一下，才顺着我的话说下去。现在想想，傅逸晨没骗我，那晚他确实没和方清月在一起。傅逸晨的脸色不太好看，男人显然都不喜欢女人玩这种心机。也许他只是想跟你旧情复燃，我还是有点酸。毕竟傅逸晨和方清月是大学同学，傅新优也说过他们以前关系很好。什么旧情复燃？傅逸晨有些不悦地看着我。大学时他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，就是照片里站他旁边那个沈沁，我帮他也是因为这个关系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。后来他意外去世，临终前托我照顾方清月。她在国外的那个丈夫家暴她，还孕期出轨，所以我才把富士法务部的金牌律师借给她打跨国官司。我心里一阵懊悔又愧疚，对不起啊，傅逸晨，我还以为她怀的是你的孩子，你整天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傅逸晨像是被我气笑了，伸手在我脸上捏了一把。沈沁，你一个就够我头疼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。被他捏得有点疼，我听了这话又不服气，明明是你让我招架不住。他看我的眼神慢慢就变了。我突然有点慌，下意识地护住了小腹。自从闹离婚开始，我和他已经很久没有亲密过了。我心里其实清楚，他在那方面从来不知足。我看晚饭可以先不吃了。傅逸晨直接把我打横抱起，朝卧室走去。我的心又开始狂跳，他把我放在床上，单手解着衬衫扣子。我没忍住，伸手抱住他净瘦的腰，在他胸口蹭了蹭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傅逸晨，我肚子里有小宝宝了，是不是现在不能做那种事了呀？他正解扣子的手指突然停住了。我趴在他怀里，紧张地咬住下唇，缠在他后腰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，像拧麻花一样。沁沁，他的手落下来，轻轻按住我的后脑。傅逸晨，我没有学方清月，怀孕这种事也学不来，是你欺负我，我才会有宝宝的。我又在他怀里蹭了蹭，他的怀抱，他的味道，他的温度，我想的都要发疯了。我们最后在一起的那个夜晚，家里的避孕套用完了。傅逸晨在这种事上一向很谨慎，他从没有一次会忘记。但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，他格外强势，格外霸道，也第一次没有坚持要用安全措施。虽然他知道那是我的安全期，但总会有意外的。这会儿我仔细回想那个时间段，应该就是顾维森和简兰分手，准备回国的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。他那天晚上之所以不知疲倦，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吃醋。我心里隐隐泛起甜蜜，但又怕是我在自作多情。所以这次不舒服就是因为怀孕了，对不对？他摩挲着我的后脑勺，
修长的手指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滑，落在我薄薄的后背上，一点一点的抱紧了。是不舒服晕倒了，去了医院才知道的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当时还在生你的气，以为你和方清月有了孩子。沈沁。傅逸尘无奈又生气，你到底有没有点分寸？什么？我是你的丈夫，别的女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傅逸尘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娶我是因为你喜欢我吗？我整个人都迷糊了。傅逸尘只要稍微对我说句甜言蜜语，我怕是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。当然不是。傅逸尘一句话就把我从美梦里拉醒了。因为你傻。傅逸尘似乎很无奈，沈沁，你是不是小时候发高烧，把脑子烧坏了？他这样的男人，自身能力极强，傅家如今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的婚事就算不能完全自由，但主动权还是在他手里的。我家虽然不穷，但在傅家面前也算不上什么。傅逸尘为什么会娶我？我爸的生意还要靠他呢，又不能给他什么助力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袖，傅逸尘，你不会一直暗恋我吧？不然怎么会连那种不算合照的合照都留着？傅逸尘忽然低头，我刚说完，他就捧住我的脸，直接吻了下来。我还想说话，他却加深了这个吻。我很快被他吻得晕头转向，整个人软在他怀里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当然，最后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趴在枕头上，脸红得发烫。傅逸尘去浴室冲冷水澡，听着哗哗的水声，想到刚才的画面，我把脸埋进枕头，偷偷笑了。第二天，傅逸尘带我去产检。我们刚到妇产科，就碰见了来做检查的方清月。他先是眼睛一亮，看到我后，眼神立刻暗了下去，装得楚楚可怜。逸尘，但他很快又换上温柔的笑，朝我们走来。我虽然不太喜欢他，但傅逸尘一直搂着我的腰，哪怕方清月出现，也没松手，我也就没什么好气的了。我本来就不是爱计较的人，说好听点是心大，说难听点就是傻，被人欺负了也无所谓。方清月当我不存在，自顾自跟傅逸尘说话，逸尘，过几天大学同学聚会，你会来吧？我好多年没见老同学了，可能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公司太忙吗？沁沁怀孕了，我得陪着她。傅逸尘对他淡淡一笑，还有事吗？我要陪沁沁去产检了。方清月脸色瞬间惨白，显然没料到会这样，愣了好半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傅逸尘揽着我直接往检查室走。方清月又呆呆叫了一声，逸尘，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那沈沁他支支吾吾的，故意说的含糊不清，这还真是他的老套路。我没吭声，方清月的事是傅逸尘惹的，那就得他自己解决。你想说什么？还是你觉得我傅逸尘蠢到会被别人耍得团团转？傅逸尘这话其实说的挺重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逸尘，我只是担心你被骗。方清月又摆出那副要哭不哭的样子。我摇摇头，慢慢开口，我老公确实该担心被骗的事，你说对吧，方小姐？沈沁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和逸尘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怎么会骗他呢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傅逸尘。而方清月话一出口，似乎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脸上闪过一丝懊恼。说起来，你和东恒也不过是谈过一场恋爱，他走之前让我多照顾你，这些年我也算仁至义尽了。方小姐，沁沁刚查出怀孕，需要静养，
不能受刺激，还请你以后别在他面前说这些模棱两可的话。哦，还有，少发些容易让人误会的朋友圈。傅逸尘说完，根本不给方清月反驳的机会，直接揽着我走进了检查室。等我们检查完出来，方清月早就已经走了。他以后应该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傅逸尘帮我理了理鬓角的头发。沈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先跟我沟通。可是以前你总是很忙，每次回家都深更半夜，早上我醒来，你早就去上班了，我能见到你的时间少得可怜。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并不太清楚他的家人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。也因为有公公在，婆婆虽然对我百般不满，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着客气。傅逸尘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把我紧紧抱进怀里。我已经让人把梅园的别墅收拾好了，从今天起我们搬出去单独住。傅逸尘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他是家里的独子，傅新优刚被送出国，父母身边就他一个孩子了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我把你娶回家，却没有好好保护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傅逸尘抬起手，轻轻抚着我微红的眼角。沁沁，真的很抱歉。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傅逸尘，我不怪你，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我要是再成熟点，懂事点，你妈妈也会更喜欢我一点的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我喜欢就够了。傅逸尘温柔地给我擦泪，但我的眼泪却越来越多。傅逸尘，我是不是太幼稚，太孩子气了？我做不到像那些太太们一样温柔成熟，又能独当一面。你不需要那样，你只要做沈沁就好。说得轻巧，你都不让我染头发，穿短裤短裙。傅逸尘忽然笑了，他微微低头，亲了亲我湿润的眼角，高挺的鼻梁蹭过我的鼻尖，亲密的厮磨。傻瓜，你觉得这世上哪个做丈夫的会愿意让妻子穿成那样被别人看？但以前是我不对，你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以后只要你喜欢，我都不会干涉。更何况还有一个理由，傅逸尘现在还不打算让沈沁知道。上大学时，沈沁总是打扮得很辣妹，顾维森也是那种很潮很西化的性格，他们两人站在一起真的很配。所以后来跟沈沁相亲恋爱后，傅逸尘用了点手段，很快让沈沁自己乖乖改变了穿衣风格。沈沁以为是傅逸尘喜欢那种淑女温柔的打扮，但在傅逸尘看来，只是要沈沁身上和顾维森有关的一切都消失无踪而已。他垂眸望着怀里的女孩，那个曾在大雨中在妈妈的墓碑前抱着兔子哭泣的女孩，那个曾让他心软让他念念不忘的女孩，终于成了他的妻子，也即将成为他孩子的母亲。他愿意他永远天真，永远像个孩子。他会在自己打下的这一片天里保护着他骨子里的一切美好特质。所以你是吃醋吗？傅逸尘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吃醋？我拽着他的衣领摇晃着撒娇，还不承认你为我的美色着迷？怕我的小蛮腰和大长腿被人看到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确定你现在还是小蛮腰吗？他摸了摸我仍然平坦的小腹，在我耳边调笑了一句，那是因为有宝宝了，你不可以因为我怀孕变胖嫌弃我。我格外理直气壮，甚至故意鼓了鼓小肚子。傅逸尘，我变胖了你也要喜欢，必须要喜欢，也不怕宝宝听到了笑话你。傅逸尘无奈地握住我的手，不是肚子饿，要吃火锅吗？他现在才黄豆大，懂个屁呀！我握住他的手，
与他十指相扣。他向来端方冷肃，我从没听他说过脏话。对我这番稍显粗鲁的话，他皱了皱眉，却没说什么。我不禁想起之前，其实我们相处的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，只是我以前没注意罢了。他一直都在包容我，我的小任性，我的小粗鲁，我的小邋遢和小迷糊。虽然在家的时间不多，但仔细想想，每次他回来，不管多晚，都会亲我一下，哪怕我早就睡着了。而他早上早早去上班，也总会亲我一下再走。嫁给他这2年多，他每天6点起床，我这个做妻子的却很少陪他早起，没给他做过几次早餐，也没帮他打过几次领带。我忽然觉得自己挺不合格的。我陷在自己的情绪里，把委屈和猜忌放大，却忽略了他默默的付出和包容。我的患得患失让自己不快乐，也让他在忙碌的工作中还要为我的胡闹头疼。老公，上车那一瞬间，我忍不住轻轻抱住了他。其实我很少这样叫他老公，除了在床上，他总在情浓时逼着我喊他。我把脸贴在他宽阔的后背上，心里的甜蜜渐渐把那点酸涩吞没了。这是我沈庆的男人，是我沈庆的丈夫，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我何其幸运，能嫁给这样一个男人。哪里不舒服？傅逸尘有些慌，忙转身握住我的肩，轻声问。我摇摇头，伸手让他抱。以前不确定他的心意时，我总忍不住对他撒娇。现在知道他在乎我，我好像更想时时刻刻都撒娇卖乖。傅逸尘把我抱进怀里，怎么这么爱撒娇？就想对你撒娇，以前都不敢的。不敢。也不知道是谁，从结婚到现在都娇气的不行。我哪有？怎么没有？哪次不是你抱着我哭唧唧，说我欺负你？你就是欺负我了。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这福气给别人吧。你想都别想，这福气我只给你。傅逸尘亲了亲我，先去吃饭，吃完回家再跟你算账。他带我去吃火锅，虽然不喜欢油烟重的地方，但因为我喜欢，所以他也就陪我了。吃饱喝足准备走时，我遇到了周彤，她和几个闺蜜也来吃火锅。一眼看到傅逸尘和我十指紧扣，周彤瘪了嘴，眼睛就红了。我都做了傅逸尘2年多老婆了，他怎么还没习惯呢？周彤气鼓鼓地瞪着我，活像只小河豚，怎么还有点可爱？说起来，我俩虽然互相看不顺眼，但周彤这人倒也不是那种背后捅刀子的，所以真要计较，我们之间也没啥深仇大恨。只是我从小就爱逗他，今天也不例外。走到周彤身边时，他瞪着我，沈庆，你们和好了？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和好了。周彤虽然气，虽然嫉妒，但还是说了一句，算你还没蠢到家。对了，你之前电话里说傅逸尘当初是受了情伤才随便找人结婚的。周彤慌乱地看了傅逸尘一眼，似乎想解释什么，我却得意地接了下去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当初受情伤好像也是因为我呢。你说什么？周彤明显不信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你小声点，别吓到我肚子里的小宝宝。我赶紧双手护住小腹，往傅逸尘怀里缩。傅逸尘很配合地把我圈进怀里。沈庆，你怀孕了？周彤显然被刺激到了，不是说傅逸尘不喜欢你，不想要你生孩子吗？谁说的？我还没开口，傅逸尘倒先不高兴了。他脸色一沉，周彤被吓到了，结结巴巴。他们都这么说的，傅新优也说过，我也是听来的，
可不是我先说的，你觉得我傅逸尘会娶个不喜欢的女人？周彤连忙摇头，快被吓哭了。我拉了拉傅逸尘的衣袖，好了，我困了，先回家吧。傅逸尘没再说话，揽着我转身走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回头冲周彤说了句：周彤，你其实挺漂亮的，肯定会有好男人一心一意对你好的。周彤跟我斗惯了，下意识想对我，但碍于傅逸尘在场，还是硬生生忍住了。沉浸在幸福里的人，好像真的会变得特别宽容，连从小斗到大的周彤，我都愿意祝福了。怀孕满3个月时，医生说我的状态很好，宝宝发育也很棒，还委婉的暗示我和傅逸尘可以恢复亲密关系了。我却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肚子已经微微鼓起，腰肢也不像以前那么细了。那天晚上，傅逸尘帮我洗完澡，我们回到房间，我就蒙着被子不肯露脸，直到傅逸尘洗完澡过来。他掀开被子，身上还带着沐浴后的清爽气息。我害羞的不敢看他，明明我们早就不是第一次了，可这一刻我却像回到了新婚那晚。过了很久很久，直到窗外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一切才终于平息。我蜷在他怀里，懒洋洋的不想动弹。他的气息将我包围，让人莫名安心。傅逸尘，我们的宝宝以后叫小黄豆怎么样？会不会有点奇怪？很可爱啊，小黄豆以后会长成香喷喷的黄豆芽，就像它现在在我肚子里悄悄发芽一样。那以后还得给他取个正式点的大名。交给你了，你学历比我高。我困得在他怀里打了个哈欠，搂着他的腰嘟囔：好累啊，等小黄豆出生了，我要向他告状，说他爸爸总欺负妈妈。说完我就好像睡着了，所以没听见傅逸尘在我耳边轻声说的那句话：傻瓜，就是因为太爱你，太喜欢你了，才总想这样欺负你啊。番外，我16岁那年，我爸和一个阿姨走得很近，甚至动了娶她的念头。我不是反对我爸再婚，只是无法接受他要娶的那个人是我妈生前最讨厌的女人。我妈告诉过我，那个女人以前就喜欢我爸，但我爸只喜欢我妈。他们准备结婚时，那女的还想挑拨离间，让我妈误会我爸，逼他退婚。只是我爸那种直男根本看不懂这些弯弯绕绕。后来我爸妈结婚生了我，那女的过了几年也死心嫁人了。可现在她又离婚回了荣城，听说我妈病逝后，我爸一直没再娶，她就立刻找上了门。我怎么也接受不了，可我爸那段时间像着了魔一样，甚至在我和他闹翻时对我动了手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挨打。我哭着跑出家门，冒着大雨去墓园找我妈。我在我妈墓前哭了很久，抱着我最喜欢的那只兔子。那是我捡回来的，和我一样，也是个没有妈妈的小野兔。我一点一点把它养大，特别心疼它。我们都没有妈妈了。以前我比你幸运一点，我还有个爸爸，可现在我连爸爸也没了。以后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吧。我和傅逸尘也是在那天第一次相遇。当时整个墓园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淋着雨来祭拜亲人。可能是我哭得太可怜，傅逸尘听到声音走了过来，他帮我撑起伞，还用手帕擦掉我脸上的雨水和泪水。我抱着兔子抽噎着问他：大哥哥，你说没有妈的小孩是不是特别可怜？别的孩子受了委屈可以在妈妈怀里哭，我却只能对着妈妈的墓碑和照片哭。坚强点，你妈妈要是知道了，该多心疼你。他看着我，满眼都是怜惜。
可我不想坚强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坚强？没有妈妈了，受了委屈就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沈沁。好，沈沁，以后如果你再有什么委屈了，就来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大哥哥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，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。22岁的傅逸尘刚刚失去最疼爱他的祖父母，现在悲伤情绪中无法自拔的他，在雨中轻轻抱住了那个委屈又狼狈的少女沈沁。他们像是两个漂泊在无垠海面上的可怜人，在那一天那一瞬给了彼此仅有的一点温暖。但傅逸尘并不知道，我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找他的原因。从墓园回来后，我没回家，一个人去了我妈生前留给我的公寓。我爸找到我时，我因为淋雨已经高烧了1天1夜，人都快烧糊涂了。等我从医院醒来，已经是3天后。我的衣服被阿姨换洗了，傅逸尘留的小纸条早就不见了。我总觉得忘了点什么，但又以为是自己烧糊涂做的梦。等我病好了，也就彻底忘了那次相遇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这场病还是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一些影响。我爸很后悔，弄清楚我抗拒的原因后，就跟那女人分了手。他加倍疼我，宠我，除了愧疚，更因为病了一场后，我的性格都变了。以前的我娇气敏感又早熟，但病好后，我像个没心没肺的小孩，天天乐呵呵的。就连死对头周彤，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他态度恶劣了。我很幸运，有个真正疼女儿的好爸爸，更幸运的是，嫁了一个愿意一辈子守护我这份童真的男人。而我自己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，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女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过得特别开心，特别幸福。后来，我们的小黄豆长到3岁时，我又怀孕了，生了个漂亮的女儿。我给她取小名叫雅雅。比起儿子，傅逸尘更爱我们的女儿。我爸说，雅雅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别提多可爱了。那时候我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，但在傅逸尘面前却更爱撒娇了，甚至还因为他特别宠雅雅而有点吃醋，还哭了鼻子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堵着主卧的门，不让他进来。傅逸尘哄了我好久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告诉我，他用一个秘密换我开门。我开了门，追问他到底是什么秘密，然后他就把第一次见面的事讲给我听。我听到一半就哭了。我想我妈妈了，也想那只和我相依为命的兔子了。我们一起淋了雨，我捡回一条命，可他却永远离开了我。但我更想念那时候的傅逸尘，22岁的傅逸尘，在大雨中抱着我让我大哭的傅逸尘。如果我没忘了他，如果我们从那时候就相爱，该有多好。6年，就这样过去了6年。沁沁，傅逸尘捧起我的脸，一点点吻去我的眼泪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从你16岁起就在等你。我等你给我打电话，等你来找我，等到后来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放弃了。后来我在学校见到你，你身边已经有了别人，我从你面前走过，你一眼都没看我，你的眼里全都是顾维森。你知道我有多嫉妒，多难受吗？再后来，我听说和我相亲的女孩叫沈沁，我就想去见一面吧，万一就是你呢？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。真好，真的是你。她轻叹一声，手指轻抚我哭红的眼角。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想娶你，让你永远留在我身边。傅逸尘，
我踮起脚，勾住他的脖子，抽噎着仰头吻他：你要最爱我，永远都最爱我，爱牙牙也不能超过爱我。好。傅逸尘低头回吻我，傅逸尘这辈子只爱沈沁，最爱沈沁。你坏蛋！我怎么坏蛋了？我那时候才16岁，你流氓！我又开始对他撒娇耍赖，说你是不是早就看上我了？我那时候可好看了，学校里好多男生喜欢我。确实好看，不过在墓地那种地方，你还穿着白裙子，一开始我差点以为你是《聊斋》里的女鬼。傅逸尘，我气得跳起来打他。傅逸尘看着我，眼里全是宠溺的笑。不过就算你真是鬼，要吸干我的阳气，我傅逸尘也认了。他弯腰抱起我，害不害羞？都当妈妈了，还跟自己女儿争风吃醋哭鼻子。没办法嘛，谁让我太爱你了，沈沁。我也爱你，甚至比你要早，比你要多。